Hello，大家好。旅游回来了，看到兰花们都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呢，有2盆花要马上给它换盆，其中的一盆就是这一棵齐天大圣。本来已经进入冬天了，这个时间并不适合换盆，是最不适合换盆的时候。但是某些情况，如果不及时换盆，可能麻烦更大。好像这里这一棵新苗，看看这个位置，已经长到这么大了，开始要长球茎了，但是这里根本没有位置让它长。这棵苗也是硬挤出来的，挤出来干什么呢？挤破头皮的挤出来，挤出来后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。现在呢，我不打算把它拆植料，因为拆植料要重新覆盆，在现在这个时候真的不适宜做这件事，所以我会用一个大一点的花盆，然后把这盆花托盆，把它套进这个大一点的盆里面。先看一下这盆花，通过盆可以看到里面的植料和根都是湿的，所以不用泡盆，直接把它托盆就可以了。首先用手在盆边这样子捏一下，让植料根和这个盆分离开来，这样就很容易把整盆花托盆。根和植料缠得很紧，可以整坨拿起来。看一下那些根长得非常好，真的没有必要去拆植料。把它整坨放到新的花盆里面，看看比例怎么样。感觉花盆的盆口还是不够宽。看这坨花，这个位置呢，前面是没有球茎的，可以在这个位置把部分的植料拔出来，再把这个位置压上盆边，这样后面就会有更大的空间让这棵苗生长。首先在盆底加一点这种黑金兰花专用配方。这一坨花呢，拆到这个程度已经差不多了，然后把拆过植料的那一边贴紧在盆边，让这边留多一点空间给这棵新苗。然后在盆的周边把植料填满，压紧之后就是这个样子。现在这个位置就可以让这棵苗长球茎了。其实在前面这个位置，这里也有一棵新苗长出来，所以呢，可能明年就要给它分盆了。现在最后一步就是在盆面上铺一层水苔，我比较喜欢这样子。这样子呢，新芽容易萌发，二来看上去比较干净美观，还可以让盆内的植料保持湿润，浇水的时候也不会把水溅到哪里都是脏兮兮的，这样子我比较喜欢。这是它的名签，上一次换盆是23年的6月份，现在呢，我保留这个日期，记着盆内最旧的植料是这个时间换上去的。好了，这一盆就换好了。这种方法对兰花的根没有什么伤害，不需要等覆盆，等盆内的根干了就可以浇水了。这个时候用这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最好的。接下来的这一盆呢，是兜兰，亚洲兜兰。这个花苞呢出问题了，看咖啡色的扁扁的消苞了，叶尖也焦了。这些问题通常是有2种情况，一种是太干了，另外一种呢，可能就是植料酸化了。看看盆内的情况，从这样看来并不像太干，但是有很多的绿藻也看不到根。我想把它托盆来看是最清楚的，
首先也是像刚才那样，用手在盆边捏一下，把它捏松，把植料和根与盆分离，就这样很轻松的就脱盆了。看到很多的绿藻，看看这个盆壁上有厚厚的一层绿藻，根也长满了绿藻。再看看名签上的日期是23年的2月份，就是1年零8个月，不到2年的时间，但是已经闻到一股酸味，所以我把它的根冲洗了一遍，看到根长得还是不错的，没有烂根，还带着不少的水晶根头，这样的根系不需要修根。还有就是兜兰呢，它的根是带有绒毛的，所以呢不需要晾干根。现在马上就可以把它上盆。由于这盆兜兰已经长了一大丛，所以我选了一个比较大的盆。首先在盆底下放一些植料，我用的植料也是黑金兰花配方。把花放下去看一下，似乎太高了，把下面的植料倒出来一点，现在差不多了。然后呢，就把里面的根理顺，把整盆花放在中间，因为它哪个方向都可以生长。然后把植料往盆里面放，把所有的根都埋起来。植料填到这个高度就好了，刚刚把所有的根都埋起来就好。然后我还会用我惯用的手法，在表面上铺一层泡湿了然后拧干水分的水苔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。水苔既透气又保湿，有利于发新芽，还看上去干净美观，还保护盆里的植料不容易散出来，也方便浇水。因为黑金配方有些木块，水一下就滑过了，有了一层水苔，吸水就比较均匀。上好盆了，别忘了把名签插上，再标上日期，记得什么时候换的盆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现在要处理的就是叶面的问题。刚才不是说有胶尖吗？这里这种胶尖呢，要把它剪了。这种叶子跟一般的老叶是不一样的，老叶是黄，不是咖啡色的。咖啡色的这种呢，通常是根部敏感的一种反应，或者是有细菌造成的，所以通常这种情况我是把它剪掉的。另外，这里的这一片叶子也有棕色的，但是它跟这个叶尖的棕色是不一样的。看看它的背面，背面是完好的，那是晒伤；而刚剪下来的这个叶尖呢，它的表面和背面都是咖啡色的，是有问题的。晒伤的话呢，只有表面是棕色的，底面是完好的。所以这一片叶子呢，我就不剪了。再来看这边，这片叶子从叶尖开始黄，这种呢就是正常的老化现象，这种不需要剪，让它自己的营养回收给新苗。兜兰就是这样子，这一棵苗是已经曾经开过花的老苗，看看这是原来开过的花剑。它的老苗会渐渐的老去，然后把营养退下来，会发新苗，有时候还不止发一个新苗，那么就会越养越大丛，开的花就不止一朵，可能是2朵、3朵，越大丛开花的机会就越多，就会越壮观，所以尽量的不要分盆。
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些，谢谢收看。